嘿，大家好，我是 Ace。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將來可能會消失的一種打法。對，那其實這種打法為什麼要消失？那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未來的那個更新版本裡面將會把這幾隻英雄都會來一個削弱，那就導致這個打法已經不可能再成立了。那其實有什麼打法或者什麼英雄的削弱會導致這個情況呢？今天就來跟大家看一場跟這個將來會削弱，從而有機會消失的一種打法的這一場比賽。那進來這個第一回的技能區，等到這邊做到直接給他做CSD， 那非常好。因為通常如果在技能階段第一招技能加入出去了是做 CSD 的話，就代表着你成功把他抓住了，就是把敵人抓住了，而且你放出 CSD， 如果對面是沒有反抗的話，也代表說你成功用一個比較低風險的一個方法來把敵人抓住，那個非常好的一個做法。OK，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對面的一隻鎖鏈術士，就是我們這次其中一隻主角就是將來已經被削弱的一個大重點，就是代表說我們將來可能就不會再看到這個鎖鏈術士配這個王牌密探頭。那其實削弱的部分不是這個英雄，是他的一個頭盔。那個頭盔會改成這個需要 CD 才能觸發，那就代表說你將不會在未來再看到這種用鎖鏈術士來作為起手式這種打法，像這個一樣。那但是我昨天就看過一部打架影片，就是那個韓服打架影片，就原來鎖鏈術士如果不配這個頭盔，還是可以做到那個鎖鏈術士把人抓起來那個起手式的，不過只是那個難度提升了不少，而且那個失敗率也相當之高。所以的话，其實鎖鏈術士那個 combo 不是完全消失，是變成了另一種方法作為起手式，而且那個風險更高，難度更高。對，那這邊都可以看到第二隻，我想說的是，就是阿里巴巴，就是剛才他作為這個 combo 中間的一個轉折點的其中一隻英雄嘛。那阿里巴巴好像根據我之前看的一個更新日誌這個 log 說阿里巴巴好像把這個高度，就是跳重低的那個打敵人的高度變低了，就是現在好像不能再像剛才一樣作為這個 combo 的中間轉折英雄那其實我這個也不知道，因為我好像沒有看到過任何的一個人的說明就說這個已經不能這樣做。那但是根據我看文字描述，好像已經不能這樣做。那我們這個也是可以先注意一下，將來可能也是會消失的 combo。OK， 這邊的讓敵人抓到，那我們直接換這個反英雄OK，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對面已經用了這個神行者頭盔，是最新的，我覺得一件非常之痛的一個裝備。那雖然它不是一個 meta， 就是在單挑裡面不是 meta， 那但是根據我剛剛觀察，團戰裡面它已經成為了其中一個裝備類型的 meta， 就是很多人都會使用。那其實最大原因是因為自從大半年前的一次更新之後，就把那個神行者頭盔從這個原本需要28-29 CD 左右才能使用這些裝備，變成了現在的18 CD 就能使用，就是一個非常之大的一個加強導致現在很多的時候，因為那個頭盔變合理了嘛，那個時間，那個 CD 時間，而且那個頭盔原本的性能也不差，所以導致了现在就變成一個團戰的 meta 吧，要我說。那但是單挑還是很少見我這邊的話可以來到這個第3回合了，這邊又讓他抓到。那你可以看到，剛才那個玩家是用這個破壞者作為這個倒地的起手式。那其實現在印尼服也好，韓服也好，也是越來越多人換成這個破壞者作為這個起手式的英雄為什麼會這樣？那其實是因為這個英雄我會說是年紀玩家的一個萬年強青樹，就是這個英雄基本上是很難會再修改了。那因為如果破壞者也跟着削弱的話，其實就代表說官方越來越不重視這種切英雄的打法，就是不停切英雄的那種 combo 方法。那但是也知道這個遊戲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停切英雄來進行 combo。那如果他把破壞者也削弱的話，那代表說官方有可能是慢慢會把這種把敌人從地板拉起來的這種英雄全都削弱。那當然我覺得韓服應該是不會這樣做，除非韓服想把這個切英雄打法的難度提升，那就另談。例如說他可以為了把這個難度提高，
它可以削弱破壞者那個跳重低的那個把敵人打起來的高度，從而不能再讓敵人那麼容易配合這個，例如說聖獸的一種打法，然後把破壞者那個重低保留起來，從而提升了破壞者把敵人從地板抓起來的那個難度啊。我覺得也是有機會會發生，那但是我覺得任何的那些猜測現在都是沒意義的，因為啊，我們還沒有看到韓服下一次那個版本大更新到底那個更改方向是什麼。對，那其實啊，下一個版本就是韓服下一個版本的更新，我覺得非常重要，因為可以看出現在韓服啊他們的方向，就是對於英雄平衡的方向到底怎樣，所以說我也是非常期待下次韓服的一次大的版本更新啊。OK， 這邊的話，我們來到這個第4回合，那我們的 SD 已經開了，但可惜是我用的是超總 SD， 所以的話，其實超總 SD 啊，它的那個壓迫力沒有宙斯那麼強，所以導致啊，我剛才沒有逼到對面技能。那如果你剛才看到的話，對面已經為我們表演了一次紅吉瞳，不用任何其他英雄配合下踢我10級20 combo。那我不知道這個紅吉瞳啊是印尼服獨有的版本，還是連韓服也這樣？因為據我所記得啊，大概在1年前吧。韓服啊，就做過一次紅吉瞳的那次更新，就是他把紅吉瞳削弱了一點。那當時印尼服也有跟上來，那但是據我所記得，在跟上來之後的下一個版本，他又把這個紅吉瞳的更新撤回了，變成了最原始的一個版本。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次撤回導致啊，現在韓服跟印尼服是有一個紅吉瞳版本的不同，所以導致現在印尼服還是可以踢直接20 combo。因為最近我看到一個韓服用紅吉瞳的玩家，那他就其實用的一個方法跟這個玩家差不多，那但是我看到那個紅吉瞳好像都踢不到那麼誇張的 combo， 那我不知道是那個玩家不會踢的關係，還是這個韓服啊跟印尼服的版本不同，那這個我先打個問號。所以的話，這個會不會在未來消失，我也不知道。那我希望呢是有削弱過的，因為現在的紅吉瞳啊真的非常誇張。本來紅吉瞳抓人那個方式也不算是特別的困難，然後抓了之後直接給我10級20 combo， 而且他不需要用任何的能量來支持他這個 combo， 所以的話我覺得非常之誇張。OK， 這邊的話來到最後一回第5回合啊，這邊的繼續用這個紅吉瞳來進行這個消磨戰，你可以看到我被他抓到非常之多次，而且啊我這邊又失手了，那這邊的直接把他被他打下去，那這邊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劣勢啊，因為看到他的血量基本上是沒有動過的，就是我在前期階段了是完全的輸了給他。那但是我們也是那句，技能階段才是整個比賽的大重點。那我們就算前期打得非常之差，我們還是先不要放棄，我們嘗試用盡所有的技能來把對面反殺，因為通常技能階段只要抓到對面一個破绽是可以拉回來的。OK， 這邊的話給他超中的 basic combo， 那不錯了，我們就不要輕舉妄動啊，因為現在我的技能是用來作為這個反裝使用比較好一點。貿然進攻有可能被對面一波帶走。OK， 這邊的話他用了這個春秋秘籍，那其實這邊比較好的一個做法是直接離開，不要讓他抓到。OK， 這邊直接用超手 SD。那這邊小一點了，哎呦，這邊的話他直接用反抓把我抓住了。那這邊的話其實，那這邊他失手了，那我們就防禦，因為前面我已經被那個教父踢太多次，所以呢剛才成功防禦下來。那這邊呢其實有機會反擊，因為這邊兩邊技能都已經用完了，所以呢兩邊都處於這個沒技能的狀態。那沒技能狀態啊，其實如果黑毛能抓他1、2次的話，其實是有機會反過來的。OK， 這邊的話他非常之小氣啊，沒有貼過來，可以直接用超重重敵抓到。那這邊的話，我可以說是吹響的這個反擊號角，因為我的黑毛非常之痛。那這邊呢，給他2套黑毛吧，那應該是可以成功的拿回來這一局了。